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 系列冠名。我系列独家冠名播出，跟随灵魂找到你，一起上 Soul 玩推理。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赞助播出。要当名真人，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。本节目一共7位玩家，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，分别有侦探、嫌疑人、真凶3种身份。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，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，只有真凶可以说谎，只有找到真凶，玩家才获胜。游戏设置侦探酬金。每期抽取角色卡时，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。如果真凶逃脱，则真凶获胜，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。如果抓住真凶，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，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。2位侦探各自投票，若2次都投对，则均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。上一集，真才子邀请众人在府上举办驱水流伤尸会，不料轮到真才子上坐尸台做尸时，遭遇案件。凶手锁定在5人当中，分别是大才子、真才子的朋友、新朋友、真府的马夫、萨其马、真府的护院、何护院，以及真府丫鬟。沏茶。经过第1轮的讨论分析，还有众多疑团未能解开。真才子是否自己操控了抽签，坐在4号位？他应该里边有个机关，他可以控制他要抽的号。死者抽到了4，不是巧合。机关的触发方式是什么？假设有人牵这个绳的话，拉一下灭灯，拉一下射箭。8点15后的这一杯茶要到4号位，所以第6杯茶是有问题的。真夫人为何被杀害？真才子他把真夫人推下井，就真才子为什么要杀真，我们不知道。菜贩子信中带手镯被囚禁的人又是谁？这个被囚禁的带着金贵图案的是谁？是谁？层层迷雾，等待拨开。那中间一定还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。那你觉得谁更可能？根据推理，5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现。玩家们到底能否找出杀害真才子的真正凶手呢？你觉得是谁？是我刚才想到，我觉得满足2条条件，一个是他知道死者要抽4号位，还有一个他知道怎么去控制那个茶杯在第6轮的时候落到那个4号位，他才能完成这个。对，他知道死者一定要抽4号位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提前去布局了。其实我的逻辑里边非常怀疑新朋友，在我的想法里面，这个人必须得比其他人多掌握1条信息，因为你看杀机，所有人都有杀机的。可是谁知道死者这么多的秘密，能左右他的心理和他的走向呢？就是控制他在第6个上台呢？杀他这个人，他知道他这个秘密，能利用这些人都不具备这个条件。在我看来，完成这个方面，不如给他做了代笔的这个新朋友，就是他是知道他最多秘密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是最后3个人里面的。我觉得和大的问题比较大。我反倒觉得大，因为他是府外的人，他没有在这个院子里面待过，他只是在隔壁。我觉得他到府上去设置一个这么复杂的机关的可能性不大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不考虑沏茶的话，那我觉得是何润萨里面的一个。对，不知道他跟死者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威胁也好，或者这个约定的一些契约也好，就是可能他背后还有一个很庞大的故事没有。我可能比较怀疑何。我还是投他吧。我怎么想？我们俩是不是应该不要投一个人？行，比较好。你怀疑谁？你觉得你想？我觉得万一都投一个人，到时候搬不回来了。
也有可能封神啊。就跟着自己感觉投吧。那我第一票就投给河护院吧。好，我们来开始第2次搜证吧。Murder Party， 请大家随便参观我的府邸。上次还看过这个样板间，我觉得一般般。刚才你们说抓阄那个桶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那个底板是活动的，往下摁一下。莎莎，这怎么开啊？这个你们怎么打开？怎么取出的球啊？我怎么啥都摸不着？往下，它是个空的，有个弹簧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当当！我们要不要跟大家的比较一下？快比较一下吧，因为我没有兜，我不知道搁哪儿兜。然后我这儿有一球，大小是不是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我看看。死者身上的球。哦，而且质感不一样，质感是不一样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？他的球上有污垢。这是个胶啊。哦，2，也是标记过，粘在那儿不让别人摸。就是你知道你要摸2号球，我知道哪儿能摸到2号球，你知道哪儿能摸到2号球。但你知道哪儿能摸到2号球？万一2号球已经被别人摸走了呢？因为你不是第一个。对，他把2号球悬在那个壁侧了。对，粘在上面。啊，锅贴，哎，或者粘在上面也。对，我跟大家一起伸手进去的时候，你们都往下，我从上面摸。沏茶的空间在哪儿？还这儿，我的房间在哪？哎，这有一张纸条，6日中午之前务必将7日诗会抽签所用之物与饮酒作诗之物都准备好，从我房中拿7个未编号的号码球啊，这是真才子说的。这就是他给我留的言，然后我把它放好之后我就走了。他需要的东西给我写齐了，6号的时候。地毯式的搜索，地毯式的搜索。这里啥都没有啊。没有吗？看楼上有没有？真都没有。你们来到我房间翻箱倒柜，这好吗？你是没碰见一个人要鬼鬼呢，你这早就没了，应该。他才是抄家式的搜索。哎，钥匙找到了，哎，你真棒。箱子在床底下。好，开了。侦探，请。哇，是什么？哦，传情镜，传情镜。哇，一个镜子，在他这里。镜子，哎，这不是我给他的那镜子吗？镜中跳动的爱心，满是我们爱的回忆。这个是我要解释一下，这个是甄夫人给到我，让我帮她擦一擦的那个传情镜，就是在她遇害的当天给我的。然后我就擦了一半呢，我就出去了。哦，这个我知道 ，OPPO Reno 5传情镜，在黑屏状态下，用手画出一个1笔的爱心啊，必须要连笔，你心爱的人那边就会收到东东的信号。真假的？哦，他以为快递来了呢，东东。你看，哇，这个有点厉害了。真的。那他心爱的人是谁呢？看谁收到呢？哎，有另外一个手机在那边，东东在哪儿？来，别要停，不要停。你们不要找，来我家干嘛？也不敲个门。肯定是你家的。什么声音？再发一个呢？啥都没有啊。哎，
在这儿，是我模仿的。噔噔噔，在这儿，噔噔噔，这，在这儿，噔噔噔，噔噔噔噔滴噔，在哪里啊？哦，这儿，在哪儿啊？这。哦，这儿还有这个东西。这里还有钥匙呢。这是啥？医嘱，舒痕胶，你已坚持涂抹4年有余，效果甚好。虽复原后的容貌与之前大不相同。舒痕胶，调配时间：庆奢24年1月5日。你也整容了？你是也毁过容？毁过容，我那就不叫毁容，我那个叫做彻底从天上脸照，所谓从脸先照到地就是我。这个没有钥匙。有，在这儿。我家吃饭的盘子都是白玉做的。不对呀，这个是跟新朋友写的一样的呀。你看，金腰带太重了，枕头为啥要用玉做呢？枕着都烦，好烦。哎，五彩斑斓黑珍珠，你看，在他这儿哪儿呢？没有了。珍珠也没了，快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！来，那我们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，家中有屋又有田，生活乐无边。可跟那唐伯虎夺我妻来霸我田。太诡异了，这个画面！来，好了，来听他说。你们要问我什么问题，现在就给我说清。如果还不跟我说，我就不会告诉你。说问。首先，这修复脸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这修复脸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脸怎么了？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医美啊。我以前有一回那个掉下了悬崖，然后呢？我悬崖没有勒住马，我下去了。因为当时我掉下了悬崖，所以我脸上受伤了。然后我抹了，你看见写了几年了吗？我已经抹了4年了，每天都坚持抹，特别听医嘱。结果今天，就是我的成果。那这个故事跟你的脸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如果没有用这个药，我们会认出你是别人，是吗？所以也就是说，他可能是另外一个人。Yeah, so true。对，我就是另外一个人。那么那个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这个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真才子写的。好吧 ，I will tell you。有我的琴师，我们一起配合，就怎么又到你手里了？好的，那么呢，行，好，来，因为我才是梵文的创始者，梵文是我写的，你猜是为什么？上边的落款他写的是谁呢？你再看一看。真才子作于庆奢16年、17年、18年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是的，没有错。你是真才子？你是真才子？我就是真才子。因为我之前掉下了悬崖，现在我已经整容整成另外一个样了。那现在这个死的真才子是跟你以前长得一模一样吗？他长得也不一样。那为什么他会成为真才子呢？他怎么能冒充成功呢？接着往下说。那么第2集他又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之前我跟甄夫人是情投意合的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爱上了别人了。
他爱上了他的马夫，他的马夫，所以你们看见那个条上写的你的马夫，那就是之前真的马夫，那个马夫后来变成了真才子，我就变成了大才子。那么这个其中是为什么？请播放第3集。你是我知道马夫是不是在马上动了手脚，把你弄到悬崖下面？有可能。哎呦，有道理。马夫是不是在马掌上，比如说动了什么手脚，让你在悬崖边出现了危险？你猜怎么着？哎，你们想多了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房间里面会有这个五彩斑斓黑珍珠的空匣子从实招来 ？VIP 会员们，你们现在来到了第3集，那个黑珍珠其实是我送的，因为我喜欢甄夫人已经很多年了，我一共送她2个东西，一个是黑珍珠，一个就是那个传情镜。一首叫《以家人之名》，还有一首叫《青梅竹马》。这个青梅竹马指的是谁呢？就是我跟珍珍。那你说你和甄夫人是青梅竹马，但是新朋友也这样说哎，你们俩认识吗？你们俩谁是真的？那么好的，观众朋友们又来到了第4集。这一共有多少集？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有多少集？我是这样的，我小时候是跟甄夫人是一对儿啊。哎，你说的小时候甄夫人跟你是一对儿，对，确实有这么一段。哎，拿着，你没有拍了，这个演员朋友们啊，你跟甄夫人是什么关系呢？难道你不认识我吗？新朋友，小时候跟甄夫人还有甄才子他们仨一块玩，你还记得吗 ？Everybody， 我们2个是发小，我们2个是发小，嘿，香，我们2个是发小，路过的、走过的别错过了啊！今天群猴献技，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同一般的节目。对，为什么我写那个诗还写了个我心诚？啊，我们2个是发小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，意思是你认识他，但他不认得你，因为你摔下了悬崖，烂了脸，对，所以你现在变成另外的样子，对，在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你才是真正的真才子。说的没有错，说的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为什么一个马夫可以冒充真才子这么多年？以我的推测，因为甄夫人啊，她爱上了这马夫，她不喜欢我。他把我的身份盗取了，所以他不管那个人长成什么样，他都跟外界宣布这就是真才子。是，说的没有错。我想问，如果如此，那个甄夫人写的那封信说看错了人，他到底看错了什么人？是看错了真才子，还是看错马夫？对。等一下，好了，到这吧。不是，为什么我们会跟着飒飒走？太吵了。我先有一个问题，那既然这样，甄夫人喜欢的是马夫，那为什么还跟你传情呢？没有跟我传情，我单相思。我把这给了他，他一直没有回给我。我一直在给他传情，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给我回个信。他每次都能收到，但没有 never for never， 他没有给我为甄夫人复仇。对，这就是我的动机。明白了。好，回到真才子房间，看看哪里还可以搜。我们还有一个箱子一直没开呢。哎，跟随灵魂找到你。对啊，这还差一个钥匙呢。把那画。不是啊，这掉了一片是几个意思呢？是刚那个是我掰掉的啊，好吧。掉了一片是我掰掉的，它上面有暗格。有暗格，这有一个。来，我们把这个，对，有，肯定有这个。哎，这一面吧，不是这个感觉能那么看出？呀！哦，就是这个，找到了钥匙，含笑半步颠，给马用的。马匹服用该药1个时辰后，会出现发狂、发癫、失去控制的症状。调制日期。庆奢19年4月30日。我以前有一回掉下了悬崖，我悬崖没有勒住马，给马用的吧？
人马用的，你不马夫给你用的。不，跟你有关系。我已经抹了4年了，每天都坚持抹，特别听医嘱。结果今天，这是我的成果啊！啊，不是5年前，4月30号是不是？刚好是5年前。你被假的真才子害了。先读第一封，我爱贾马夫，你为我写下的情书，封封情真意切。你为我倾尽所有寻得的五彩斑斓黑珍珠，千金难换。你又送我传情镜，此番深情我必不辜负。真真，庆奢19年4月30日。这是马夫写给他的，是5月2日写的。吾爱甄小姐，你我身份悬殊，相爱重重阻碍，恐怕不能够有好结果。如今甄才子去世，我辗转夜想出一个妙计。我本与甄才子就有7分相似，且甄才子父母双亡，别无亲友，不如由我取而代之。如此一来，你我便可顺理成章，喜结良缘。这是你的马夫在庆奢19年5月2日写的。吾爱贾马夫。就算身份悬殊，我也经准备告诉父母实情，宁愿抛开一切，也要与你厮守终身。如今表哥意外去世，虽然遗憾，但或许能够促成我们的姻缘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借用他的身份仍然不妥。你我以后必要多多行善，以告慰表哥在天之灵。真真，庆奢19年5月3日。他们以为他死了。我们现在冒了他的名义，但是我们要多多行善，才会有所谓的他们去发馒头什么这些事。怪呢，他跟我有几分相似啊，所以为什么要假扮你？就是这意思啊。好，这里有真真表妹亲戚的这封信。真真，如若将你比作天上的一颗星，我愿你是最暗淡的那颗，因为那样就无人与我争抢。这封信。就是我们刚才在箱子里面、在水里面看到的那封，这是甄才子的信，后来被你的马夫他把它截了这封信抄了，然后以你的马夫的名义写给了真真，而且这个马夫还在这封信里面自己写了一个备注：凭什么你生下来什么都有，而我只是一个干粗活的马夫？我偏不让你如意，偏要让他爱上我。所以他偷他的珍珠，他偷他的信，用他的方式去跟这个真真谈情说爱，让真真反而相爱上了他，爱上了他。就是我用了他的套路，他全部用了他的套路，就意味着你送的，但是他又拦截了，对，欠我活是不是？对。那么接下来那个神秘的女子就出现了，在这里面香囊里面，我为大家念一下好吗？真才子，这个其实指的已经是马夫了。才子，您赠予小女子的玛瑙项链、翡翠镯子和五彩斑斓黑珍珠，您花钱给我在木某巷深处置办了院子，请了很多护院来保护我，您对奴家真是太好了。戏院头牌好牡丹姑娘，哇，养了个头牌。他等于相当于他对甄夫人不忠，他对甄夫人不忠。这grandson，这 grandson， 我之前要给贾夫人，他给我那个东西，因为我托他去给贾夫人嘛，他就说是他给的。甄夫人，他给甄夫人，然后完蛋，然后甄夫人还把他伪造了一个丢了。甄夫人爱上他了，结果就是我送东西，他爱上他了。是这样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给甄夫人准备的。是的，最后以马夫的名义，他给了这个甄夫人，被他窃取了，因为他不是死了吗？事实上，全部除了那个镜子的那一半在他手里之外，什么玛瑙啊、珍珠啊、什么这些情书啊，都是马夫用自己的名义，其实是他的想法。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后来因为他并不爱这个甄夫人，所以他又转身把这些值钱的东西给了这好牡丹。grandson 啊，这位怎么能够这样？太 grandson 了。下面来了真才子，才子，我早就跟您说，夫人可能也心不在你，
那些碍眼的东西只需丢到河里冲走吧。才子，您这次来，口袋里的金桂镯子样式好别致，奴家拿走了哟。戏院头牌好牡丹姑娘。我发现我掉了2样东西。第一件东西是甄夫人送给我的手环，带有金桂图案的，那就是我的金桂镯子。为什么她的镯子会在这里？因为她捡到了之后，然后她去那儿又被那个头牌拿了，看见了，就以为是我。对，还有一封。甄才子，才子，您说您娶夫人只是为了她的钱财，与她相处颇为无趣，奴家想您快些解决她吧。戏院头牌好牡丹姑娘。所以他就把甄夫人推到井底下去。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对甄夫人。要不然，牡丹，你比别人都狠呐。我有一个疑惑，难道不是那个真珍珠手链？难道不是应该在真真死之前丢的吗？还是在真真死之后丢的？死之前丢的。死之前丢珍珠的时候，我是知道的这个事情。啊，丢珍珠其实不叫丢。根本所有的钱财那些东西，为什么甄夫人会记账本？是因为都不见了，其实就是甄才子拿去给黄牡丹了，所以他还栽赃给我说我偷的。对。还有吗？那个河的房间的。哎呦，这下边有钥匙。你找到什么了，侦探？这儿有个钥匙。哦，哪个没开的？这两个已经开过了，开过了。但是我没有看见第3个箱子呀。这还有密室。因为在楼上马棚的上边。哦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你在我楼上还有秘密空间？我本来以为我住的是别墅。我为了思念和观察我的叫什么牡丹，秋香，对，牡丹。原来你喜欢牡丹头牌啊！为了观察和思念我的秋香姑娘，我经常坐在上面望月亮。这还能上去？对，能啊，要不然开不了箱子呀。那怎么才能上去呢？这有梯子。哦，这儿呢。哦，是为了开那个锁。开这锁。梯子是锁起来的，是吧？哦，这里安全一点，从这儿安全一点。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上面有一个人皮背心。有。真正的文胸，哇！这是你的肌肉衣吗？哎，拿下来，哇！何护卫，你也太棒了，怎么这么 sexy 啊？这儿还有一个布口袋，你们来找一找这里边有什么东西。我就见着什么往扔。对，是扔，这搜啊。来了，可以了。桌子下边看了吗？哎，有箱子。一些书信。来，我们在这儿分享一下证据吧。来了。这里有位奖状，写的是小何，你的作品在第1届文坛新秀大赛中荣获最后1名，拓发此证以作鼓励。但是我发现重点是在后面，你看，小何，请来我府一聚，真才子。对他跟他要聊私事儿。这个就是和护院的那几首诗，就前面提到的什么普通家庭不知凄美，然后繁言繁语嫁给爱情，这都是和护院写的。北大还行，我本年仅10岁，金腰带太重了。枕头为啥要用玉做呢？从庆奢16年开始写诗，每年1首作品，然后一直写到庆奢23年。也就是说，他给他一个倒数第1名，但其实是想用他的。他一直是他的代笔，但是也许他这个代笔跟他反目了。他有好几个代笔。不是。
谁是代笔？我。哎，哦，你才是代笔。是这样的，我一直以为我遇到的真才子是真正的真才子，现在我才知道。 真才子为什么要办这个比赛？就是因为在5年前，那个时候真正的真才子已经被他用这个马的事情搞走了，而马夫完全不会写。他名义上是举办这个比赛，实际上找枪手，他要找枪手。哦，因为我从小是个神童，但因为我家特别穷，所以他们倾尽所有想要培养我，依然不成。 我只是在求学路上太过于穷困潦倒，这时候呢，秋香给了我一个馒头，就是这个馒头和这个美丽的秋香女子，就是这我人生当中至善至美的一个存在。哎，感人哦。于是我就跟随着秋香来到了这个府上，才知道有这个比赛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在这个比赛当中居然垫底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这个马夫，他其实觉得我是第1名。 但是如果我得了第1名，我出了名，我就不能成为他的枪手，所以他故意给了我最后1名，同时附上了这个小纸条让我来，他就跟我谈说让我做他的枪手，同时承诺我4年之后，秋香许配给我。哦。这儿有一个契约啊，和护院自愿成为真才子代笔，无条件完成真才子的创作需求，且不对任何人泄露代笔一事。真才子将在4年之后将府中奴仆秋香许配何护院为妻，在何护院与秋香婚后，销毁秋香，卖身契，放其自由。我是为了你，哎，好感人哦。以后有，所以他说那些东西是他写的，我真的只能呵呵。 最近4年不是你写的，我这儿有一封信。真才子，此信所用信件，即为我们木宝斋今年新研制印刷成功的绿竹山水纸张，特赠于您1年使用量，已送府上，烦请查收。这个有用吗？纸张。 我去过新朋友的房间，新朋友房间有这个纸。这儿。哦，这儿呢。从庆奢16年开始到23年，每年的作品都是用的这个纸。哦。今年研制而成，所以这些是伪造的。 他伪造了他从16年到现在的这个痕迹，对吧？因为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个纸，所以你所有这些都是伪造的。你不要跑！哎，他真的看得好雄壮，从背影看。你为什么要伪造这些？你把那门都快堵死了。我要变身了，其实我是真正的护院。不要开玩笑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彼此，眼泪整齐别人？我确实是伪造的，我确实不是代笔。 你为什么敢伪造代笔？你为什么知道真正代笔不会出来指认你？哎，以后有点法律知识啊！这只有1个手印，另外一个呢，你这个无效啊，要不然你在这里面的义务他怎么能保证啊？现在补上行了吧？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是双方意思表示真实，双方自愿，不能违法。各位上网课的朋友听见了吗？别白交钱，10块91小时呢啊！为什么会有这么现代的东西在这里啊？哎，这什么？啊！来，我这个纸，告示，甄家少爷的举报，新府贩卖私盐，此乃大罪。新父新母。 及其子新朋友，发配边疆，服苦役，为期10载。及其子新朋友，他1年前才从边疆回来，所以23年回来。这个甄家少爷就是年轻时候的你，对吧？你把你的发小给举报了，是吧？是这么个故事。甄家少爷，来，第6集了，第6集，搜处。 那么我跟他为什么发小之情
从此断送，就是因为当年我发现了他们家卖私盐，走私这个假盐，然后甭管是真盐假盐，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儿，我就去举报了他们家。我觉得这是我正义的一个做法，但是我没想到，害得他们家整个的破都沦落了。这也是我想不到的事情，所以后来就因为这个事儿之后呢，我就跟着我父母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I'm leaving。哦，你毁了我的一生，我知道你最在意清明，所以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带着世人的骂名死去。谁写的？这一定是他写的。这是我写的。你的计划是什么，新朋友？你想杀了我？我这个故事是这样，本来我小时候是有机会成为凡尔赛文学的一名成员，但是呢，还有人有这个梦想。我本来有望成为凡尔赛文学的一员，但是呢，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俩从小是一对儿，是因为他们家里指腹成婚。哎，但是呢，我特别爱慕真真，啊，我特别喜欢真真。但是我小时候我也特别有文采，所以我小时候我不是写那篇诗嘛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对吧？那篇诗写给我心爱的真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俩在我爸的书房捉迷藏，哎，捉迷藏的时候就听到了我爸贩卖私盐的事情。我一想，没事儿，我们俩这么多年好哥们儿，你能把我告了吗？你看，能，哎，把我告了之后，这一流放就流放了10年，在这10年的过程中，我的父母全部死掉了，然后我一个人辛辛苦苦的长大了。后来呢，大概1年前，我来到了甄府，我听说甄府在招人，我就来见到他。结果这个时候我来到甄府时候呢，甄才子居然不认识我。你觉得他把你忘了？对，我觉得他把我忘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通过真正的介绍说啊，这是你小时候的发小。这个时候我发现他对我并不理睬，然后只是草草的把我招进来，做了他府上小少爷的这么一个启蒙老师。我当时我就心里特别的不公平。我在边塞，每天吃不饱穿不暖，我还写了一首诗，叫《青椒肉丝》。这儿呢，来读一下啊，青椒炒肉丝，又辣又好吃，鱼香炒肉丝，没鱼也能吃，非常有文采，大实话呀，甚至有哲理，有哲理。对，就是每天对于美食的憧憬让我支撑了下来。结果我发现他在江南这边吃香的喝辣的，还娶了我特别心爱的女人。他恨，我就恨他呀，我就恨他，我要整他呀，请问你的计划是什么？身败名裂，带着骂名死去，做代笔的假证据啊？对，我想让他身败名裂，然后呢，把他杀死。你是想在今天这个诗会上吗？我本来没有想，可是不对呀，他的文章是我写的，等于他把我的文章当作是他的文章，你又在把他把我的文章当作他的文章，他伪造了关于他代笔的这个证据。他不知道有代笔的事儿，他想以代笔的名义栽赃这个，对，栽赃他。你以为是他自己写的？对，我以为是他自己写的。但你想，我想先让他死，然后再让他把这个代笔的事情准备好。结果没想到他今天就死了。等于这些代笔的事情是你最近才搞的。最近，因为用的纸都是1月1号以后的。对，1月1号以后的。我觉得呀，故事基本上都圆了。我只问一件事：谁打算今天晚上动手？今天晚上。就在曲水流觞上动手，谁有这个打算？你刚才不是说你要动手吗？不，今天我没打算今天动手，我本来是打算，谁有这个想法？因为我在甄府已经潜伏了1年，我一直在伺机动手。那你说说你的想法？我没有什么想法啊，我是
当时前天我不说了吗？我发现了那个我捡到了那个衣服上面不有那个布条嘛？我知道是他撕下来的之后，我当时就想动手嘛。但是呢，第2天他没有再phủ上，第3天正好是要做这件事儿，曲水流觞。但是我今天没有任何这个作案的这个计划，我是想昨天想找他报仇。那你就不是想今天动手？哦，那我理解错了。I'm sorry。我昨天想来的，后来他说他不在，他说没在。作为本期节目的科学顾问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科学依据，请各位跟我来。哎呦喂，厉害，真精彩啊！我注意到，在渠的底端有一个装置，这个装置是一个小口，用来控制水流。它控制水流。如果没有这个装置，水会自然流入池塘；但是如果有这个装置，水会减慢进入池塘的速度，相当于一个水坝。但是这个水坝呢，又不是把水完全憋起来，它会把水渐渐的升高，水位会提高。请各位，这个水位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刚才发现在这儿河岸陡然变窄，也就是说，当它到达一定高度以后，就会被盘子会卡在这儿。漂亮。但是前提是水位提高，还是跟水流有关系。漂亮，萨萨，他之所以要他的盘子在那个时候卡在那儿，就是要确保他到时候能够准确的做到这儿来。准确做到这儿来。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跟花的时间完美配合，刚好卡住。好，搜哦。哦，这有一个纸。这是什么？呦喂！低密度坚固方糖，遇水30分钟后溶解。糖，它能浮在水面上。它如果扔一块糖下去，那就能冲到哪儿去？所以水的水位会上升的。口放了一块糖在这里面，应该是。但现在肯定看不到了，溶了嘛。口上应该有一块糖。哇，这个人好厉害啊！你现在终于发现我没有白分析吧？跟水量是有关系的。So great, awesome！ 马夫这么聪明吗？真的吗？这人这么厉害吗？连诗都不会写，咱们这几个才子那么厉害，他是真正才子。我觉得能有这脑子的人，只有作案人本人能解释清楚，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叫搜身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今日才子宴会仓促准备不足，40年竹叶青，50年女儿红。酒水虽然一般，情谊却是无限。这儿一般般的酒的写法，这是我写的凡尔赛的诗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出什么题呢？我现场写的，只要抽了什么题，我就马上给他写小抄，他就过去。所以呢，他按我做的2号，是因为我就坐在桌子旁边，可以给他递小抄，我随时给他递小抄。我刚才投第一票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个逻辑。真才子今天敢举办这个诗会，他一定有办法让自己不身败名裂。对啊。那么他一定选的这个位置，要的这个时间都是他要的，但是谁知道他的这个作弊的计划？对，就是那个人是杀人的。对。不是我，一定有一个代笔配合他，但当时我以为是他。我觉得不是侦探，这个跟知不知道作弊没关系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但是要知道他坐在4号位。对，他只要知道他坐在4号位，我的装置只要一激发，他就死。
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他可以控制他坐在哪儿的话，就用了球，他比如说他坐到4号位了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要弄这个机关呢？他就是要让盘子在他要的那个时间停在他面前，然后让他坐到这儿来，对吗？对，然后他把弩直接对着4号位打4号位不就行了吗？来，大家继续找证据。石头翻一下，是不是底下有东西啊？太子，别脏了您的玉手。来，我来，你看厉害。这是啥？一块磁铁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个荷叶是裂的。它这个磁铁有什么用？你看，这有一个洞，这个是在盘子下面，看到没有？这有个针眼儿啊。这个应该是在盘子下面带着磁铁。那这个荷叶原来在这是干嘛用的呢？我知道，这样。然后呢？它游过的时候会被它卡住，啪嗒。可是他把它吸到这儿了，干啥呢？还是冲过来了？哎，那是不是有根线啊？中间有根线，这个吗？拉一下，中间白的那边好多线。萨，这里有一堆线，这个应该跟这个磁铁是有关系的。有点蹬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线，是不是可以？哎，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哎，它上面是有个钩子的。哎，是。这个线我觉得跟那边的线有关系，这是机关的一部分。对，肯定是那儿有关系。同样的线，就是它是一个大毛衣啊，整个这个织的是一个方阵的。那它这个怎么布的呢？你们去搜证据，我来研究一下这个。那有东西，有个瓶子好像。哦，哎，葫芦。黄色粉末剧毒。入口数分钟后将毒发身亡，毒发时类似突发性心急猝死。就还有毒，有人下了毒药。这个里面有黄色，你看。哎，茶杯里也有。这个对不对？这里也有，那就是这个。你看，哦，茶里有毒。沏茶。那谁下的我不知道啊。沏茶。只有你在沏啊。我是一直在沏的。沏茶。枉费我对你如此信任。你居然干出这种勾当！没有沏茶，没有办法，我这逻辑自己都没有疏通。他这连了个线，它可以控制烛灭。这根线是一直连在这个弩上的。假设有人牵这个绳的话，是拉一下灭灯，拉一下射箭。这里有一堆线，哎，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样，啪嗒。死者抽到了4，不是巧。凶手怎么能够确认第6杯茶会飘到他面前停下？空心力路坚固方糖。他如果扔一块糖下去，水的水位会上升的。4号位河岸陡然变动，就会被卡住，会卡在这儿。花蕊复含，花蜜一滴落。7点半到，炉子烧开，所以它花开的时间是在8点15分。黄色粉末剧毒。哎，侦探是2个人，用了2个机关，弩是一个机关，灯是另外一个机关，我们一直把他们俩放在一块儿在想。不是，灯和弩是一个机关，我是觉得毒是另外一个。对，灯是为了毒，不对，灯是为了它射弩。
因为毒跟灯肯定不是一个，因为它毒它并不需要黑灯啊。弩、灯、水，这都是一个机关，为什么它是相互配合的？你弩需要你确定第6个上的是它，水是为了确保第6个上的是它，而毒就无所谓，只要你上了，你什么时候上，我给你什么时候给你毒。但是也不行啊，等发现盘子到他那儿的时候，他来不及放毒了。所以如果用毒，你也得确认下一个上的是他。我们是找下毒的还是找放箭的？这个我们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心机呢？我觉得现在还是要定一下，到底哪个是死因。来吧，大家坐过来吧。我提出一个新的假设啊，就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死因没有确定，所以2个机关，我估计同时在使用。对的，而且一个是想下毒，一个是想射箭。这样的这2个机关啊，首先今天咱们到现在已经很难玩了，就关于死因的确定了。我只说一点，我希望下毒的人可以站出来承认了。为什么？一个人心梗死于心梗的话，他的形态会发生剧烈的变化。我们会听见他心碎的声音。我们坐在那儿模拟了这个箭射过来的弹道，这个死者中箭的时候做的笔直。也就是灯黑的那一瞬间，这个人反应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放了一下毛笔。中间不会有中毒，因为中毒的话，笔会歪，纸会歪，身体会歪。这个中箭的轨迹不会是这么正的、完美的。我们对过死者死后，箭斜插在他的左胸口，说明他中箭的一瞬间做的端端正正，他还没有毒发，所以下毒的那个人可以认了。算了，节省点时间吧。我就是那个最甜的男人，毒是我下的。荷叶是你放的，荷叶不是我。那个机关是你做的。我来说一下我的机关好吗？好的。你的机关是狭窄的那个，卡住的那个。首先第一点，那个并不是我做的，是我观察到4号位会有一个小卡，我就觉得可以利用这个。所以4号位不是他自己选的，不是他自己选的，2号位是他要我选的，因为他自己说了他最后一个抽，所以我要保证的就是他去抽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球，且只有一个球，是4号，对，是我一开始就在桶里面做了机关，在摸球开始的时候放动机关，4号球比正常的小，因为4号球比别的球小，它漏下去了，他把球换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在就是倒数第2的时候，看有人多的时候，我一起去。你们在摸球的时候，其实我手里抓了一个4号球。你们拿完了之后，我抓到了另外一个球，把4号球放在里面，拿出去，里面就只剩4号球了。对于是，我就非常准确的让真才子做到了4号位。然后呢，其实特别的简单，就是这个小铁花。滴到了茶杯里面。8点15，我看到它开始滴了，我才扔的糖，直接冲过去就卡住了。也就一个人手里同时控制了3根线，一根负责灯，一根负责弩，另外一根负责把这个荷叶拉上来挡住4号位，挡住4号位，挡住4号位。不是，就是那个人也是说一定要在4号上是吧？就2个人同时选都是4号。那个人怎么确定他能拿到4呢？因为4这个事儿是下毒的人设计的，那就说明这个人不知道4。射箭的人他不知道4吗？他不需要4啊。请注意，我弄4的位置是因为
我在那儿找到一个坎儿，他不需要，他用荷叶，他在任何位置他都能让他停住。他可以，他做4号，我就把荷叶拉到4。对，他做5号，我就把荷叶拉到5。他不需要4是我干的。哦，对，但是有一点请注意，这个人一定坐在4号位的上游。我的分析，4号位的上游。因为你坐在下游的话，荷花会顺游而下；你坐在上游的话，你不放那个绳，荷花它就不会过。对。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 bug， 万一他抽到的位置是在4号位的下游呢？那唯一知道自己几号位的就是你啊，那又是你。这样的话是唯一知道自己几号位的就是你。不，还有一个谁？还有一个可以不用确认自己的位置。我可以不用确认，我肯定是坐在那儿。还有荷花的问题是锚定，对吧？荷花代表磁铁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人是得经手这个盘子的。对。经手盘子的人可太少了，而且沏茶每次都要起身走到最后。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是必须每一轮，你们饮完茶、做完诗之后，我会走到水的尾部把它拿回来，都是经过我的手。但是你们想想看，侦探，如果只有我可以经手盘子，这个事儿是不是太明显了？对，就是我这走动太多，以至于我没有这个很好的时间点去掐这个最好的作案时间。我认为啊，这个人啊，不是沏茶的话，这个人只要确保拿到1号位，不管死者拿几，他都在我下游。对，那他怎么确保自己拿1号位呢？对啊，怎么确保？就是对球动手脚的人不止你一个呗，也许。你们仨一起抓的这个东西，对，而他是动了手脚的，对，你们俩其实是有一个互相作证的一个在，但其实1号位他是可以控制，就是假设他在1号球上有动手脚，对，他是单独做的，他的手在里边做了什么，我们谁也不知道。如果我是拉那个绳子的人，我没有办法确认我是在哪个位置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我为什么非得等6号位呢？我刚才在想，如果是新朋友，为什么要等到第6顺位？因为他要接触一次盘子，他要做机关。他终于在第3顺位的时候等到了自己上去答题，他可以有机会做机关了。他用过的盘子。应该是啊，你看2个盘子倒，是，但这个盘子不是他用的，对，他要么就等第5轮，要么等第7轮，他才能用上动手脚的盘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似乎不太像。拽绳这个呀，可指向性的太明确了。我们3号、5号嫌疑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这个牌儿，他1没上台，2没倒茶。1号嫌疑人虽然接触个牌儿，但是他接触那个牌儿可是135题，最后作案这个牌儿可是246题。而且有一点我始终没想明白啊，破损的这片荷叶刚好是被夹在这2个中间的，那也就是说这2个东西。撞击上的那一刹那，他们应该是在荷叶2边。对，套上去的，套在那个柄上。他做了个活扣，套在这上边，然后把这个洞从那个绳里拴进去，然后这么固定在下边。对吧？他只要同时这个绳儿能拖动荷叶，对，拖动荷叶带着磁铁，然后最后把绳子脱掉的那一瞬间，这个东西也自动掉下来。对。他如果是手动去拉那个弩和灯的话，他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荷花呢？只要这确实，无论任何时候，只要到了4号位，他有可能等了5轮了，他都没抽到。可能等到今天最后，万一没有4号位呢？对，因为这个太随机了，很有可能今天一晚上轮不到他一次。他必须要确保某一次，他能控制的，让他停在4号位。
但我提出一个非常不厚道的想法，我们这当中有一个人是神童，这个神童会不会为了让他的计划100%没有疏漏，做一个备份？而且备份的好处在于，一旦甭管哪个成功，他自己跳出来认哪个没成功。会有这种可能吗？确实非常有可能，就是拖累。对，就累点呗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可能的原因在哪？请问我要如何越过所有人，在水渠的对面去拉动这么多绳子？曲水流觞，我这么等一下。你现在只考虑了一个上下游的关系，还有左右岸的关系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家都现在怀疑谁？各自新朋友怀疑谁啊？如果是控那个荷叶的话，那除了我之外，那只可能是他。你怀疑谁？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在怀疑沏茶。幼稚。我向来都是这样啊。我觉得你能控制的地方比较多。我傻呀？你说我傻？那你就是侮辱我的智商。我就是说，我也侮辱。好，那如果是这种说法的话，我就是故意说你看别人眼神对不对？我可理直气壮的很，我跟你说。智商。我看谁出了口长气，我一说沏茶，别人说除了我之外，那只你旁边的。那我得。我得再想一想，因为现在呢，说实话，能够保证自己不用通过抽签，就确保自己坐在上游，只有沏茶。对的。但是呢，不排除新朋友在1号位的签儿上面做了手脚，但是这个确实有点，相对来说有一点。我倒觉得这个是可以好做到的，但是新朋友绕不过去一个点是，他拿的牌儿是错的，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点问题。但是又能用牌，又能坐在位置，一切都指向沏茶的时候，我就反而有点含糊了。所以呢，唯一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这个牌啊，一早就放好了，不是说临时放的。那他提前做，他为什么不2个牌都做呢？这样更不明显了。他肯定是随机做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俩牌上都有眼儿，而且都有这个印子，你看都有做这个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做机关的这个人不知道哪一轮。那就你怀疑谁？我怀疑新朋友。首先是他是第一个抽签的，第一个抽签总比中间抽签稍微好动手脚一点。赛赛你呢？因为我们到最后也没有完美的破解这个机关。所以我没有办法按照我以往的方式去给这作案的人做一个心理画像。但是现在您心里排除同样一个人做了2件事吗？天才，我觉得是一个高能的天才。甭管他是用荷叶也好，还是用这个自然地形，利用水流的高低，都是我仰慕的天才。好说好说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此案不应当是2人作案。你真相信一个人跳出来说不是我，然后我们找另外一个吗？好，这样我再跟大家最后提醒一下，就是2个杀人动机，一个是新朋友的杀人动机，就是灭门的仇，然后他回来之后还被他忽视，主要弄死他，还让他身败名裂。那么从秋香的角度来讲呢，一个是杀掉他的恩人，同时还要杀掉自己，这都是杀身的仇。我呢是心爱的女人在他手里，我想解决，不然我会一辈子被他控制。好，投票了。投票。我非常同意萨琪玛说，那个虽然是2个人的事儿，其实是一个人干的。他布了很多的阵，他让这件事情百密，故意有一疏，然后这个疏忽呢，反而是能够让他逃脱大家质疑的一种方式。所以我认为是双重的一个圈套，我认为是河护院。饶你。
又到了投票，取下手铐，有正义的手铐铐着我。其实我本来想投沏茶的，但是我觉得萨老师说的对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。我可能是同一个人做的，我后悔。如果把这个弩放在一个特别脆的位置，轻轻一蹬就能够触发机关，还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呢，我坚持还是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远程的控制机关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把能够控制到这个机关的位置的人定为怀疑对象，一个是沏茶，一个是新朋友，所以我投给。毫不犹豫，就是你。这票也很难啊！我从心里面来讲，还是怀疑何、气和新朋友，他们3个人都有可能。但是何呢，自己还真跳出来认了投毒这个事儿，同时用2个手法来作案：第一，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保证除掉仇人的这个结果一定能达到；但与此同时，又制造2起案子，然后自己跳出来认一个。把嫌疑指向另外其他的人，这是非常险的一招棋，而且也只有何老师应该能使得出来。有什么锁定没有？我不能锁定，但我还是觉得，你觉得何就是说，你觉得萨说的是对的，下毒跟那个弩箭都是他。如果2个想要下手的这个人，他都是在第6轮卡着4号位下手，这一点比较强。你还想投他是吧？我投了。有一种不想你，我还可以的预感。何老师尽量封神，一个人做2起案子。对，我刚刚说，我说我今天如果萨老师没投我，他是我今天心中的 MVP； 如果他投了我，今天不选 MVP。接个票权吧，打回来。备3。哇！秋香，是我。他怎么知道自个儿腮红没了？这摸一下就知道这腮红是有多厚啊，这么多。来吧！明星大侦探第6季，新4大才子中，究竟谁是杀死真才子的凶手呢？首先公开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。获得0票的是萨琪玛、大才子、沏茶。恭喜3位嫌疑解除。谢谢大家的信任。在剩下的合护院和新朋友中，究竟谁的票数更多呢？第1轮投票中，合护院和新朋友一人获得1票，就跟着自己感觉投吧。那就投给你了。是我涛哥投的我吗？我涛哥啊。第2轮投票中，大才子投了合护院。我认为是合护院。饶你。沏茶投了新朋友。2比2平了，太吓人了。合护院投了新朋友，新朋友投了合护院，现在2人3比3平。在剩下的3票中，
萨奇马投的竟然是新朋友，这一票就当是送给他的礼物。新朋友 MVP。侦探的2票分别投的是侦探张才子、陶太子投的是新朋友。我刚才换了一个思路，这个人他等第6轮，他未必是在等这个岩石，他在等一个仪式感。他出题目是我新城，他不出题，他出的题目是一般般的酒和一个栀子花开，飒的是如何封神。新朋友，青梅竹马和以家人之名，以家人复仇之名的，实际上是这个谐音，就是两者都在等第6轮，但等的目的不一样。一个其实在等第6轮确切的这个时间，另一个人在等这个以家人之名出现。那么新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他的这个目的是让死者身败名裂，对吧？他不确定死者有没有写诗的能力。但今天如果即兴这个死者上台写出了一首诗，你明天杀他，你就搞不臭他的名声了。你这个代笔之说一看就是假的。所以说，他是今天晚上必须要动手，而且必须得在这个死者写出诗来之前动手才合理。你要说他今天有计划失败了，我都能信他3分。他今天毫无计划，我认为这不合理。我有点被你说动，就是你了，来吧。新朋友被关进笼子。封神，封神，封神！为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封神，封神，封神。在我们节目啊，有这样一个传统，就新来的呢要进去洗礼一下，感受一下。新朋友究竟是不是真说呢？冤呐！冤！我宣布，各位冤呐！检举。成功！成功！封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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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封神！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第一轮就投？我的逻辑一直是说，谁是知道他这个代笔的人，就是最了解的人才去动这个手，就是知道他作弊的人。但是第2轮我逻辑变了，因为第2轮你跳了这个之后，我是认为他必须在今天晚上动手才能完成身败名裂，但是他丝毫没有做按计划，这点特别可疑。你知道我是为什么吗？为啥呀？我3搜的时候把那个机关的绳子完全捋开了，我发现绳子极长无比，留得那么长，它应该不是一个自动装置。如果是手动装置的话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它要确保自己在比较远的地方能够控制。但如果是核护院，他知道自己是坐在2号位，所以他只用留足够自己的长度就可以。他留的绳子过长，对于他来讲，这是一个负担。沏茶也有个问题，他也明确的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，所以他也没有必要留出那么长的绳子。只有新朋友在抽签之前是无法确认自己坐在几号位，所以他要把绳子稍微留长一点，以确保自己能够在不同的位置都能拉到绳子。所以我就考虑他要保证足够长。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是在1号蒲团里面的针。那他拿来。来。啊，我找到了，这个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在这儿。哇！这个球就在我这儿，我用这根针插入这个球，然后我手上握上吸铁石，所以我能够吸到这个球，所以我准确的能够做到1号位。哦，是有个眼儿，他是用吸铁石吸的1号球。我对了，我还原的都对了。我在投票的时候。
新朋友这边呢会有一些难度，可是也不是特别的不可能。我有一点点怀疑他是在原来的球里面放了磁铁或者是什么，因为他第一个去抽的，这个是他自己可以主动的。那么第一个他很有可能自己去把握了这个先机。我还原的都对了，我找这个球死活没找到。厉害！请送上金条吧。你有1根，谢谢。我有1根，你有2根。封神侦探，你有2根，太子有1根。谢谢。我没有，哎呦，我投的是你，哎呦。人像视频会发光 ，Reno 探案心不慌。感谢幻彩人像视频，在我眼里你会发光的 OPPO Reno 5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跟随灵魂找到你，一起上 Soul 玩推理。感谢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一口丝滑拿铁，谜团轻松破解。感谢开启愉悦探案的雀巢咖啡丝滑拿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明星侦探斗才智，游戏就玩神武4。感谢快乐社交网游神武4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李青来龙去脉，博士无处不在。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看明星大侦探，玩百变大侦探。感谢社交推理2不误的百变大侦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暖暖39感冒灵破案推理不能停。感谢39感冒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夸克搜一搜，真相搜搜搜。感谢年轻人都在用的夸克智能搜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厉害，谢谢。哦，再见。发小再见。本来我想杀你，但杀错了。哦，你想杀我呀？对，想杀你。但他最后也没投你，你看他投的我。所以冒充我也没有什么好处，最终死的不是我。哎。发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再见。真才子他本身是甄府的一个马夫，他是一个想要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，然后去往上爬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一个人。我这么多年，我没有脸，我没有勇气去追逐我的真爱，无法让我自己真正站在他眼前，也是因为他。他这个欺骗了很多人的感情，为了利益，不断的靠欺骗建立自己的人生。他有一个想要往上爬，想要上进，想要成功的心，这都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这种不正当的手段，这种想要通过去谋害别人，然后来为自己谋利的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。如果你你要用自身的努力提升来完成这些，而不能采取不断的盗用他人的、不断的欺骗的这样的方式。成功没有捷径。我们要永远要走正道去完成自己的目的。代笔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等于你是在对整个社会在作品的呈现度上，你就做出一个欺诈。这种就是学术上的欺骗，我觉得从来都不只是单方面的，一方面是欺骗者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帮助他的人，其实也都是要负一定责任的。其实和护院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他以为自己在做一个小小的牺牲，但事实上我觉得非常有可能，因为他的这个举动就扰乱了一个这个业界的一个生态。其实你看整个事情，它是一个就是互相嫉妒，可以说是引发的一个血案嘛，包括有各种涉及到代笔的问题。我觉得给我的启发就是拒绝这些嫉妒。我觉得每个人就应该把握好自己的人生，而不要去因为嫉妒最后可能毁了自己。关于嫉妒，我们直觉上的理解就是不平衡感。从学术上去理解，是一个人的能力不足感。那能力不足感它会有3种形式，或者说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所说的羡慕，就是你可以写出来，我写不出来，我认，那我就会有羡慕感。如果你写出来，我写不出来，我不认，那这个是种嫉妒感。那这是第2个阶段。第3个阶段是你写得出来，我写不出来，
我用邪念的办法，邪的动作出现，去实现我要的那个东西。记住，这个心理是比较正常、比较普通的，因为我们社会文化是个比较的，你有我没有，你考第一我没有考第一，你很早就结婚了，然后我现在还没有结婚，都很容易有这种不平衡感出现。嫉妒的背后就是能力不足感。能力不足是什么呢？能力不足是你需要进取，需要努力，需要向上，需要以正道的方式去实现的。嫉妒心理它不是没有价值，它可以推着人前进，因为你比我优秀，我心里不舒服，那我会让自己变得更优秀。那如果处理的不好，它就会往邪的方向去走。嫉妒反应的时候，其实需要回到自身，是什么让你嫉妒？那个源源不断的动力是什么？比如说他小时候成长在一个环境中，总有人跟他讲，他比你强，你看你们俩差不多，他做到了，你没有做到。那这个时候慢慢就会培养你的嫉妒心。那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些心理咨询的服务，让自己的内心有弹性一点，更柔性一点，更积极向上一点。学术造假是人把学术当做一个手段，去实现一个另外他想要的一个结果。人在做学术的时候，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关系，我与学问之间形成了我自己的内在关系，更像一个自我修炼之路。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去做学术，去写诗，那这个时候那个目的就是利益。当利变得很大的时候，心就失去了方向，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干出很多看起来不正的、邪恶的事情、贪婪的事情。其实做学问是件很美的事情，但是现在很多人为了一个外在的利益，把这个很美好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很短暂的、利欲熏心的、伤害自己的事情。上微博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，说出你心中的 Top One 戏精成员。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、微博综艺，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、新浪新闻，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、网易谈新社，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，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、凤凰新闻、界面新闻、一点资讯、Zaker。感谢特别合作智行、达达快送、有道词典、一代驾、映客、好看视频、WiFi 万能钥匙、闪萌、搜狗输入法。网媒支持凤凰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中国青年网、北青网、环球网、国际在线、千龙网、粉丝网、中国娱乐网、360娱乐、猫扑娱乐、红网、华声在线、新浪湖南、腾讯大疆网、大众网、亚洲娱乐网、熊猫娱乐、亚洲文娱、亚洲影视。